怎么了？我要去机场找 Jim。柔姐，叫司机马上送我去机场。柔姐，啊！哎呀，太太，怎么样？太太，你怎么样？我好痛啊，肚子好痛啊！肚子痛？夏乐，之前我跟丁冠峰说的那番话，是有点过分。我希望你……以前的事我真的不想再说了。OK， 不说以前的事。但有件事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跟丁冠峰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你们是不是又在一起了？我跟大丁是什么关系，与你无关。我在意你，你知道。那么久以来，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，是不是？我只不过是一心一意想让你开心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想给你个意外惊喜。停车！马上就到了。你要带我去机场？你带我去机场干什么？到了机场你就会知道了。停车！我叫你停车！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不停车我就跳车了！不要！佳乐，佳乐，佳乐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反反复复，我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因为你觉得我们没有将来，你生气我不能给你名分，我现在跟你去迪拜结婚，我要正式娶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认真的，机票我已经订了，我已经叫边去你家帮你拿护照，去机场了。你疯了吗？我不会跟你去的。佳乐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的，只要我们结婚。你就会对我有信心，到时候你想在世界任何地方定居，或者在任何地方度假都可以。我在海外有很多物业的。够了，我们结束了。高洪瞻，拜托你醒醒啊！我已经醒了，现在是你醒的时候了。喂，高先生，太太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医生说她流产了，你赶快来医院吧。唉，老婆，你饿不饿？我叫柔姐煮东西给你吃。曼华，你说句话。从住院到现在都没说过话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老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没了宝宝，我也很不开心。你恨我、怨我、怪我，你不原谅我都没关系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跟自己斗气。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了，我不能失去你啊。你不要再刺激他了。我扶你回房间休息。不要碰我，我的心跟流产的宝宝一起死了。嫂嫂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收拾东西，我想搬出去住。你身体很虚弱，让我跟柔姐照顾你好不好？我不想再见到他。你不想见到我，你不用走，我走。哥哥，你不要再错下去了，你不要再迷恋嘉乐了。明知道他心里喜欢的人是谁。我知道你现在不肯放手，是因为你不甘心输给大丁而已。但是现在到了这种情况，你放手吧，不要再伤害嫂嫂了。哥哥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。太太，柔姐，帮我把东西拿上去。在车上等我。好。你来了。是你要我回来
说有话要跟我说。是啊。曼华，我来跟他谈。好。这2天，曼华已经把你们的事告诉我了。我认识曼华比你早，这么多年来，他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。所以我说过，曼华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就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她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曼华是我老婆，你有把她当是你老婆吗？你这种人不受点教训不会知道错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我跟我那2个朋友决定撤资，不再参加你们顶瞻的豪宅项目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训我？顶瞻今时今日，不再属于那些什么小角色。不错，顶瞻不再是小角色，但是还没有足够能力独资盖房子。现在没有我们3个人的资金，有的只是融资投标回来的土地。等期限到的时候，恐怕也挺头疼。所以说，没有那个本事就不要痴心妄想。曼华，我现在回公司办点事，待会儿接你去吃饭。OK。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这几天来，我们2个日夜相对。你说我们什么关系？你竟然这么对我！你怎么对我的？你终于知道被人背叛、被人出卖，心里有多痛了。就算我有其他女人，也从来没有这么伤害过你。你现在不但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还跟他一起来对付我，要一败涂地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是你逼我的，我也不想。是你自己说的，一无所有时说的。你说会让我幸福，让我快乐。你说只爱我一个人。但是现在有钱有权，你就自我膨胀，简直把自己当成是神。你所说的话全都是道理，说什么多爱一个女人不代表不爱我，根本全都是歪理。如果你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，我要你一无所有，我要你一败涂地。打？为什么不打？再痛也没有，你让我失去宝宝那么痛。高洪展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是你离开那个女人，跟我一起过回以前的生活；二是我们离婚。我不会跟你离婚。为什么你宁愿一无所有，你也不肯跟我说你离开那个女人？为什么？高先生，什么事啊？我们融资投标回来的地快要到期，我已经算过，我们需要向其他银行融资，而且要尽快卖掉湾仔那几栋旧楼套现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马上去？那些住客全都住了几10年了，要他们马上办有点难度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，总之给我赶走那些人。顶瞻这次绝对不可以垮。你还不去？清晨，湾仔轩尼诗道一栋旧楼发生3级火警，造成1死6伤，怀疑是由电线短路酿成火灾，未知是否涉及财团收楼，案件已经交由警方处理。这是鲍律师，不用介绍了。他今天来帮我们办理离婚手续。你来干嘛？马上给我滚！高先生，我叫你滚啊！
是不是要我叫人赶你出去啊？高太太，有任何需要就找我，我走了。谢谢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绝对不会离婚。我已经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变了。你现在竟然做出伤天害理的事，我对你很失望。不是你叫卓先生撤走所有的资金，我需要那么急收回那几幢旧楼，又来转手套现。我只是希望你回来我身边，我不是要你做那种缺德的事。我只是叫边他们去断水断电，没想到那些人会自己去接电，结果漏电起火。我也不想搞出人命啊！就算是整件事是意外，怎么说，也是因你而起。我不想再跟你吵下去。总之，你不肯离婚，我也会单方面提出离婚申请。我要替全哥报仇！你指吧你！哎，你别乱来啊！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！你个人渣，为了钱呢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你做不出来，想赶走我们龙屋居民，叫人断水断电，害了一群老人家要自己接电，结果弄得漏电着火。我的老乡全哥70多岁了，行动不方便，怎么跑得出去啊？全哥就是因为你被火给活活烧死了！你该死！你该死！该死！哎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这个人渣！哎呀！茂华，茂华，茂华！对不起，曼华。其实躺在病床上的应该是我，不应该是你。你现在伤成这样，都是我一手造成。如果有报应的话，应该报在我身上，不应该要你来代我承受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原来一切，包括家乐，都比不上你那么重要。因为只有你才会为了我连命都不要。老婆，你一定要康复。等你康复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在电话里说是最后一次见面，我希望你守信用。我今天来是专程向你道歉。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曾经伤害过你。之前我太自以为是，以为可以主宰一切，主宰身边的人。我曾经很想让你幸福，但这个世界原来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承认我是喜欢你，但是因为这样，却忽略了我太太，忽略了一个一直深爱我的女人。我完全没有顾及她的感受，我太自私。我真的很对不起我太太。这次被伤害的最深的是我太太，她为了我一个人承受人工受孕的痛苦。他为了我导致流产，现在还为了我被人砍伤躺在医院里。他
现在怎么样？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。他为我牺牲的太多。其实你这么说已经足够了。说起来，我也对不起高太太。完全不能怪你，是我要负责。我会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。待会儿我就去警署自首。自首？是我叫人去那栋旧楼断他们的水电，后来才会起火，还烧死一个人。但是你去自首要坐牢的。我一定要承担责任，不然我怕又会连累我老婆。她已经为我牺牲太多了，为了她，愿意坐牢。我相信你太太听到你这么说，她一定会很感动的。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。谢谢。怎么这么好来这里看我呀？我这里啊，就快整理好了。我喜欢这里空气很新鲜啊，所以就来找你了。你不要把这里当成避难所就行了。有些事情不能拖的，一定要解决。其实大家都很想解决的，但是又害怕面对。